当地时间11月1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厘岛会见韩国总统尹锡悦。习近平指出，中韩是搬不走的近邻，也是分不开的合作伙伴，在维护地区和平、促进世界繁荣方面负有重要责任，也有广泛利益交集。今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30年历史表明，中韩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中方愿同韩方一道，维护、巩固、发展好中韩关系，为地区和世界提供更多稳定性。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加强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中韩经济高度互补，要推进发展战略对接，实现两国共同发展繁荣。要加快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共同维护国际自由贸易体系，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畅通，反对将经济合作政治化、泛安全化。尹锡悦表示，韩方愿以今年中韩建交30周年为契机，同中国发展基于相互尊重和互利成熟的关系，这符合两国共同利益。韩方希望同中方保持各层级交往，加强人文交流，增进两国民间友好，维护自由贸易体制，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外界关注到，中韩领导人在会晤中都强调维护自由贸易体系。中韩建交30年来，中韩贸易投资合作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年贸易额从建交初期不到50亿美元，迅速增长到2021年的3624亿美元，是1992年建交当年的72倍。在两国经贸关系蓬勃发展的过程中，2015年签署的中韩自贸协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开启了两国产供链深度对接的进程。由于效果显著，对中韩经济均有良好促进效果。2年之后的2017年12月，习近平又和时任韩国总统文在寅共同启动中韩自贸协定第2阶段谈判，这也是中国首个以负面清单方式开展的服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谈判。所谓负面清单，就是对除了清单上列明的项目都开绿灯，是一种高度互信的经济互惠模式。今年7月，商务部证实，中韩双方已举行第9轮正式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其中促进东亚地区产业链、供应链融合正是谈判的重点。与中韩多年来加强产供链合作的经贸传统不同，美国近年来强行推动印太战略及脱钩断链，企图破坏中韩产供链合作。然而，美方政策的实质乃是美国优先，目的是鼓励制造业回流美国本土。多项措施已经对以制造业和出口为国本的韩国经济造成伤害。韩国企划财政部的数据显示，该国正遭受14年来首度的逆差困境，韩国经济增长恐继续放缓，主要与半导体、汽车、能源等多个支柱产业出口的持续低迷有关，而这些行业正是美国鼓动脱钩断链、极力破坏供应链的重灾区。实际上，韩国媒体认为，8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芯片法案，针对的主要对象之一就是韩国，以提供补贴和政治胁迫的组合拳拉韩国企业去美国设厂。美方还企图组建所谓芯片四方联盟，进一步以使用了美国技术为由，限制韩国半导体巨头三星和 SK 海力士的对华出口业务。韩国的支柱产业汽车行业处境更加困难。美方通胀削减法案出台后，韩国现代电动汽车在美国市场出现3连降。韩国起亚汽车公关部门还抱怨，韩国电动车整车业务或将被美方逼得退出美国市场。原因是美方通胀削减法案只为电池80%以上在美国制造的汽车提供补贴，这排除了所有韩国汽车产业。韩国经济新闻指出，美方这样的贸易保护主义的补贴力度放在全世界都是空前的。韩国韩民族日报担心，美方种种新政是要向以制造业为本的韩国釜底抽薪，将造成韩国制造业空心化的后果，情况非常令人担忧。现在这个政府应该可以了解这个如果是一味的迁就美国的话，那么可能会伤到韩国的经济。实际上，中国国家领导人在G20期间高举开放和全球化的大旗，向国际社会阐明脱钩断链的危害性。11月14号，习近平在同美国总统拜登会晤时就指出，打贸易战、科技战，人为筑墙设垒，强推脱钩断链，完全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破坏国际贸易规则，只会损人不利己。而不断胁迫他国站队脱钩断链的美方，也不敢在G20的场合宣扬脱钩断链。拜登就对习近平强调，美方也无意寻求脱
同中国脱钩，无意阻挠中国经济发展，无意围堵中国。中韩两国在地区安全问题上也有非常大的利益交集。朝鲜半岛不生战生乱，符合中韩公共利益。据韩联社报道称，中韩领导人在会晤中也谈到半岛问题。今年5月以来，美国与韩国重启大规模针对朝鲜的联合军演，而朝鲜以频繁发射导弹进行回应，半岛局势呈螺旋升级态势。值得注意的是，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14号在介绍中美元首会晤情况时表示，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习近平主席阐述了中方的既定立场，强调应正视半岛问题的症结所在，坚持均衡解决各自关切，尤其是朝方的合理关切。对于中韩领导人会晤的重要意义，韩联社在报道中予以高度评价。这家韩国最大的通讯社表示，中韩两国关系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因素。尹锡悦政府自成立以来，表现出了积极加强美韩同盟和美日韩安全合作，同时想要重置中韩关系的态度。中方也在密切关注韩国的这一基调变化，并警惕韩国加速向美国靠拢。此外，双边关系的变数还包括驻韩美军部署萨德和韩国加入芯片四方联盟等问题。分析认为，此次会谈得以促成，意味着双方都认为，在多种挑战下仍有必要持续管控中韩关系。